就这样趴在你的肩膀，透过窗帘的遮挡，静静欣赏滤镜中湖光，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，需要懂得调色补光。我想手牵手站在你的身旁，看穿时间说的谎，拆掉阻挡在思维里的墙，就像我们的心灵一样，需要知道保持清爽。拥挤的街巷，时光匆忙，影子摇晃，路灯微亮，故事才刚刚开始，我们的小日子还长，想一起牵手去远方。他爸，我呀本来不想给你打这个电话，可是这个是个大事儿啊，我怕我不告诉你，你以后会埋怨我。你做的对，给那个朱静草打电话，告诉他我来了，让他和他媳妇赶快回来。哦，爷爷，哎，这个真好玩。这个船啊，是爷爷花了1个月时间给你做的，喜欢吗？喜欢。想爷爷了吧？想不起来了吧？不是。哎呀，这边好，爷爷啊，回去再给你做一个小的。废话我就不说了，我听你妈说，你们想卖了这个房子，换个大房子。我现在跟你说，不行，你死了这条心。爸，我结婚7年了，妈一直住在这儿，可可也越来越大了，大房子总得换的。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反对。我给你讲讲这个道理呀。一，这个房子的首付是我付的呀，是我给你置办婚房的，你没有权利处置。二呢，上海人讲螺丝壳做道场，这2室一厅啊，够住了。2室？可可爷爷，你说把阳台封上也算1室啊？女人不要插话。有多大头，戴多大的帽；有多大脚，穿多大的鞋。假如你们凭自己的实力能换个大房子，我不拦着啊。但是呢，这套房不能动，听懂了吗？这里现在的房价多贵，您是知道的。当年我们明明有机会和茉莉家联合买大面积的时候，你坚决反对，非要自己花钱买现在这个小房子。现在好了，房价追不上了，买不起大房子了，你要说所有事情都要靠我，你这不故意刁难我吗？哎，那儿子，那个好好跟你爸说啊，商量着来呗。我供你读书，
供你买房，我自认为我这个父亲已经尽到了应该尽的责任。当然，我这个父亲也应该有我的要求啊。金草，人贵自立，要不你就把这个首付还给我，要不然呢，就别折腾，踏踏实实在这过日子。你有钱吗？没有。好，那就把那个房本拿出来，交给你妈保管。朱金草，我跟你说话你没听懂吗？非让我自己动手啊？可可爷爷，这是房产证，你放心，你的房子我们不要。金草，哎，儿子，这饭好了，你上哪儿去啊？茉莉啊，你爸刚来，咱们一块吃个饭，你去把他追回来。一顿饭不吃饿不死，让他自己好好想想去。我去看看。这个朱金草结婚之前一直挺乖的，怎么现在学的也敢给我顶嘴了？这都谁教的呀？我真没用，工作那么长时间了，还不能给你换个大房子。我老公最好、最棒、最威风。还威风？别讽刺我了。面对强权，敢于说出自己的意见，敢于抗争，这还不威风啊？我爸说的对，我现在还真就是拿不出钱来。金草，你看，你怎么找到这个的？哎，你干嘛？我老公最近受了不少委屈，我很生气，也很担心。我现在宣布，我们不要你爸妈的房子了，也不要我爸妈的钱。我姑茉莉有骨气，我不愿意在你爸妈面前再受气，我也不愿意让你在我爸妈面前抬不起头。我想就这样趴在你的肩膀，谢谢老婆。透过窗帘的遮，你再忍忍，2年，最多3年。我要靠我自己挣到的钱给咱们换个大房子，到时候谁也别想过来指手画脚，咱们想睡到几点睡到几点。我想睡哪屋就睡哪屋，想吃什么外卖就点什么外卖，想多大声唱歌就多大声唱歌。这样的日子，想想都爽。你傻笑什么呀？没有，我是头一次发现你比我情绪还稳定。因为这次不是你受委屈了吗？我总要给你点温暖，这不是能量守恒吗？好，老婆。
记的街巷，时光匆忙，影子摇晃，路灯微亮，故事才刚刚开始，我们的小日子还长，想一起牵手去远方。哎呦，可可爷爷，金草，披上吧。干嘛要披上啊？披上。哎，不是，怎么回事啊？这外面有卖豆浆的不买？你看一大早上弄得跟打仗一样，吵死了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再忍忍吧，很快就走了。哎，包子来了，哇，烫，凉了吃一个啊。茉莉啊，哎，我通知了凌霄和牵牛，告诉他们我来上海了。他们说今天来拜见我，饭你操持一下。嗯，你说他们表兄弟3人，就晋曹在上海买房了，在上海买房就等于有了家了。人来吃饭，你这个做二嫂的，好好表现表现，给这个未来的妯娌们起个模范带头作用。我没想到我身份这么尊贵，我还能给人带头啊！爸，要不这顿饭啊，我来弄吧。我到外头订个饭店，订个包间。订什么包间呀？家宴，一家人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啊，又有亲情，还有省钱。那也行，你要是妈想备什么菜跟我说，我在网上订。不是那个金草啊，网上订多贵呀，妈去菜场买。今天晚上我来做。你今天晚上这顿饭茉莉做，孩子那么忙着上班呢，我做啊。茉莉做。可可爷爷啊，我真做不了。我今天下班都不知道几点了，我再做6个人的大餐真来不及啊！啊，你妈没退休的时候，中午就休息1个小时，骑着自行车赶回来给这个晋曹做一顿营养丰富的午餐。你又想要持家的权利，又没这个能力，这不好吧？你这个作为晋曹的媳妇，来个朋友什么的，做个7个盘子8个碗的，那多好啊！你什么都不会，真像网上说的，就成了巨婴了，是吧？行，不就是一顿饭吗？我做。金草吃早饭。爷爷带来的大豆，磨的这个豆浆好喝不好喝呀？还喝不？好喝。好喝得这样，你吃啊。老婆别生气了，我爸他好不容易来一趟上海，也是想请亲戚们一起吃个饭，大家热闹一下。等礼数到了，他放心了，也就可以安心回家了。你爸最好就耍这么一次威风，多了我也伺候不了啊。关键是我没那本事啊。我明白，他顶天了也就让你做这么一顿饭。我知道，老婆辛苦了，你放心，
我一下班就赶回来，陪着你，一定不让你一个人独自战斗。你少拿忽悠你团队那套话出来忽悠我。康老师，这和原作差别有点大呀。我早就和你说了，这幅画是1年前的作品，心境变了，不一定还能够修补到原来的神韵。嫌差别大，你当初就不应该弄坏我的画啊！艺术不是流水线，需要灵感，你不可能让我给你复制粘贴的。可是主题、风格这些最基本的元素不能变啊，要不然就不是客户当初买的那幅画了。这本来就不是一幅画啊！照我说，我还应该涨价呢。我去年什么身家，现在什么身家？客户拿去年的价格买我今年的画，他已经是赚了。可你答应我好好修补，你说现在又这样，我怎么跟客户交代啊？那是你的事情啊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康老师，你已经很负责了，还亲自把画给送来了。这幅画，唐先生不要就不要呗，反正责任也不在你。您今天来的正好，我那儿有几条托人从尼泊尔带的大披肩，有条红色的，特别衬您。走，我带您试试去。走走走。爸，我看你这一上午也没喝水了，我给你泡了点枸杞水补气哈。放那儿，能不能安静一点？我说过今天最好不要打扰我。哦，那我下去上小区遛个弯儿，慢慢写。蟹黄饭，天哪，我何德何能啊！我闺蜜请我吃上海最轻奢的外卖，这得花不少钱吧？不是我，是吴女士请客。阿姨早上点好菜又打电话给我，让我做你的饭搭子。她说你生气了，一直不接她电话，她好伤心啊。冤枉，我早上特别忙，不方便接电话。顾茉莉，我都认识你快20年了，你啥样我不知道？你说你多大人了，还跟自己亲妈似的，身在福中不知福。哎呀，你不知道这事儿不怨我，我什么不知道？再怎么说那也是你亲妈，对也好，错也好，听就是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把你妈气犯病了，后悔都来不及，到时候谁管你？你是来当我饭搭子，还是来训我的呀？让不让人吃饭了？吃，就知道吃。你别说，这外卖真不错。这是从哪儿订的？喂，茉莉啊。可可奶奶啊，我今天不是得买菜做饭吗？所以放学以后你和可可爷爷去接一下可可，把她送到吴老师那儿去学画画好吗？可可的美术课不是明天吗？对，明天吴老师临时有事出差，所以就改今天了。刚好可可爷爷在这儿，我想让可可爷爷去看看吴老师的书法，顺便呢指点切磋一下。行啊，你放心吧啊，我们去。谢谢可可奶奶。没事没事。你呀是净揽事儿啊！
买菜做饭就不能接孩子啦？哎呀，他不是没操持过吗？慢慢来嘛。再说了，这也说明他对你的话很重视。那你要不愿意去，我自己去。别，接孙女我得去啊，正好我看看那个美术老师水平怎么样，你别耽误了可可。行。这可可定的是几点啊？还有1个小时。好，我着急。外卖？对呀，经典的上海本帮菜，6人套餐1888，绝对好吃。半成品啊，你能加工好？不许你怀疑我的能力。计划是这样的，我已经让你爸妈带着可可去学画画了，他们一回家菜一上桌，什么都看不出来，完美吧？啊，我老婆真是聪明。那这样，你赶快把那个酒店地址发给我，我下了班就去取。哎，茉莉姐，这么早就下班了？家里有点事儿，先走了啊，拜。朱总，服务器瘫了，老板说全体员工待命，等着 IT 过来修复来。不是跟我开玩笑吧？朱总，这真是太倒霉了。那厂家派了个新手过来维护，瞎搞一通，服务器就瘫了。行政部现在已经给所有人员订加班餐了，我看这今晚就得睡这儿。老公，你到哪儿了？我可能去不了了，公司的服务器坏了，正在抢修，我今晚得加班。朱静草，你故意的吧？真不是，那服务器宕机了，属于顶级事故，我必须要留下来处理啊。你就说今天晚上这饭吃得成还是吃不成？不是，你先别着急啊，你听我说，你跟吴老师说，让他多加一个课时，课时费可以算双倍，尽量拖住我爸妈。我这边叫一个同城急送去酒店取菜。不用了，我去取。大哥，你和牵牛到哪了？这里出了点情况，你们先别上去，在门口等着我爸妈，看到他们拦住他们。对，千万别让他们上楼，尽量拖延时间。回家了，可可啊，喝口水吧。喝口水，来。爷爷，杯子里没有水了。那你爷爷拿着没水？没有水了。那爷爷不对，爷爷不对啊。哎，二姨夫，你们家在哪儿来着？又忘了。哎呀，我再跟你说，7号楼1单元802。802我知道，我找不到那栋楼了。找不着那个楼？我告诉你啊，那个楼就是你这样吧，我们在大门口那儿前面有个水塘，我们在那个水塘附近等你，好吧？牵牛吗？不是他能是谁呀？大门口吧。不，这不可能啊！他跟他妈把咱家都当自己家了，他不知道咱家这幢楼。哎，有什么不可能的？你这么大个小区，这楼长得都一样。那我觉得也不可能。大哥，电话打完了，都听见了。哎，教你的词儿都记住了吧？都背下来了。能发挥不？发挥什么呀？按背好的来。大哥，你看着点我啊，我顶不住了，你赶紧上。啊，知道了，走。你就这么爱孩子，你老牵着还让自己玩。二姨夫，哎，来了，可可，教授好。哎，你来了这么多趟，连家门都找不着啊！不是我说你不能怪孩子。你现在这个小区变化这么大，他来个1趟2趟能记住啊？行，走吧，回去。哎，等会儿，哎呀，我刚才跑半天呢，我这个鞋松了啊，我得紧一紧。哎呀，这小区环境是真好啊。这小区啊，确实太大。哎呀，二姨夫啊，我每次来到这里，都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。是吗？是啊，您这宅邸坐落在如此树林掩映、曲径通幽、
山明水秀、鸟语花香的环境里，此情此景，我忍不住想吟诗一首。啊！这个小区真是好。好。住在这里没烦恼，心态好不会变老，舒服的我想洗个澡。下去洗去。前牛，这叫诗吗？又洗澡又洗脚的，回家吧。等，二姨夫，我这也是有感而发呀。二姨夫，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。你说，这么好的小区，当初这是谁选的房子呀？谁选的？我。你看这个楼王哈，你别看它是楼王，它除了面积大点，日照不如咱们那儿强，不如咱们那儿好。你看，咱这房子上风上水，风水好。你风水好之后，行了，别说了，一说风水，我跟你二姨夫就没完了。我最近也研究风水呢，怎么这上风？你快点！钱牛和林霄真拖着我爸呢，再晚的话，我怕他们撑不住了。哎呦，你烦死了！不是，那这些外卖盒也不能拿上去啊，拿上去了被你爸发现怎么办？还是你想的周到，那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我这任何你看停车呀！风水学啊，太深奥了，它不是一句话、两句话能说清楚的。你要真感兴趣，二姨夫单独跟你说。那个二姨夫，我还有个问题啊，我想跟您研究研究。可该喝水了，没有水了可没水了。二姨，我来了呀！林霄来啦，那个。二姨夫好，嘿，伟哥好，大夫好。哎，这不人到齐了吗？回家吧。哎，等等，我系下鞋带，拿来。哎呀，二姨夫啊，这每次来这里啊，我都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。哎，您这宅邸，树林掩映。曲径通幽，山清水秀，鸟语花香，你是不是也吟诗一首啊？二姨夫啊，我还真准备了一首诗。你妈怎么回事啊？说的台词都一样，出什么事了？可该喝水了。好。大哥，你把我词儿给说了。明明是你把我的词儿抢着先说了，我这不没时间了吗？才把后面也给演了。弄那么多打包盒，就这几片胡萝卜才弄一个盒，真是不环保。别抱怨啊，快点了吧。干嘛？妈妈，我们今天吃外卖吗？听见了吗？外卖。丢人现眼，在这儿。
这是我跟大哥精心给二老准备的礼物，还请笑纳。谢谢天牛啊！我买的。哎呀，一样。奶奶，什么时候吃饭呢？要不我给大家煮点面条吧，10分钟就好啊。你先坐这儿，就知道吃饭。爸，饭总得吃啊，这东西都是现成的，炒一下就行。再说了，大哥牵牛他们还饿着呢。饭可以不吃，但道理得讲。他们2个都是大小伙子了，饿一会儿没事啊。要不然你先去拿点吃的。哦。你先给可可点吧呀。好，走，可可，奶奶给你拿点吃的啊。来，咱坐这儿。按计划啊，本来这个时候坐沙发那儿吧。我们应该全家欢聚一堂，举杯庆谊，共叙友情。可是因为朱俊草的媳妇呢不成熟不担当，投机取巧偷奸耍滑，所以害得我们到现在啊都饿着肚子。爸，今天的事情主要责任在我，我公司临时出了点事儿。护短护不出家和万事兴。鉴于朱俊草家庭这个小情况，我建议他的家庭必须整顿，所以我花了1天的时间啊，我写出了朱氏家规，贴在这儿，供你们学习。虽然你们2个不姓朱，学一学也没什么坏处。老封建。啊5，朱氏第63代孙，在先祖精神的感召下，特制定本家规，凡朱家儿媳子孙，当每日反省，立志遵行。1，国风正，兴国安邦；家风正，安居乐业。一家之风，得有3勤4戒：手勤、脑勤、读书勤。戒懒起，戒懒惰，戒奢华，戒骄傲。朱家之人，当勤俭持家，1粥1饭，当思来之不易；1丝1缕，恒念物力维艰。朱家子孙者，凡有奢华淫逸者，逐之。2，凡嫁入我朱家之儿媳，须以诚相待，以礼相处，安分守己，勿令长者疑，勿使父母怨，休存猜忌之心，休听离间之语，休做生分之事，休专公共之利，奉先行孝，处下四姑，听以勤劳，以行德育。3，事不言，寝不语，身在家中需衣着得体，见到长辈时需主动问好。24，凡违背者，深切反省悔改，坦然受罚。二姨夫，今天特别有幸聆听朱氏家训，深有感触。我一会儿还约了人谈事情，先走了，改日有空再来探望二老。听君一席话，胜吃一顿饭。我饿就饿一顿，二姨夫再见。走我就不送了，
有时间来玩吧。哎呀，走了，嫂子。慢走，保重啊。慢走啊。哎，走了啊。您这是何必呢？让大哥和牵牛就这么陪着，打脸还得找个见证啊！你们还怕被打脸啊？是我想打你们的脸吗？是你们自己的言行打了自己的脸。我要求并不高啊，只是操持一顿家宴而已。结果怎么样？砸了吧？你说连一顿饭都做不了，还不该立家规？小题大做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总算看明白了，这根本就不是一顿饭的事儿，您就是为了要推出这个家规，故意找茬。可可爷爷，您那家规里24条，什么早起问好，错时洗漱。除就寝外都得衣冠整齐，还有什么每天必须喝10次水，每次至少1/4杯，睡觉的时候不能玩手机，甚至连放屁都不能出声。静草，你出声了，你违反家规了。我就想问问，这么事无巨细，你把我们都当可可了，还是要立规矩？没有规矩哪有方圆啊？我要一条一条的帮你们理解诸事家规的含义，不是机械而行，要学会发自内心的怎么做一个朱家人。金草，从下个星期开始，咱们整理家居环境，我要教会你怎样在狭小的空间里生活的体面，坦然面对。啊，您这是要常住啊？你现在理解爸爸的苦心了吧？我不光把你扶上马，我还得送你一程。爸爸，这都走，按照家规。先给可可洗澡啊！我这孩子都睡成那样了，洗什么洗呀？老婆，对不起啊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家规第3条，食不言，寝不语。晚安。你怎么起这么早啊？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嘘。诸事家规第8条，长辈尚未起床时，切勿大声喧哗。我们老板一大早给我发信息，让我今天去景德镇出差。真的？不然呢？双皮奶我已经放冰箱了，待会儿可可起床正好回温，你待会儿拿给她吃啊。我知道你生气，你给我点时间，我来解决。长辈还在家里呢，注意你的言行举止。
我送你去高铁站。不用了，高铁站和你们公司正好2个方向，你要送完我，你该迟到了。你还是留在家吧，好好学习一下诸事家规，说不定你爸还要让你写5000字的新的体会呢。我走了。六六，准备接驾。今天晚上我住你那儿，记住了，这2天不要在朋友圈发我的任何消息，任何。又作妖，是不是跟朱劲草吵架了？哎呀，不是他，是他爸太奇葩了。我晚点再跟你说，现在说了我怕影响我心情。我今天有件特别重要的事要办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祝你好运，晚上大餐。可可，爷爷早。早，好好吃啊。哎呀，早不出差，晚不出差，我这个家规刚颁布了，出差了，是不是躲着我呀？躲着你干啥呀？我们现在工作性质不就是这样吗？我有可能随时出差。你就是有工作，公公好不容易来趟上海，你也应该请假，在家尽孝。哎呀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在家里尽孝？我们现在随时有可能被老板炒鱿鱼，炒了鱿鱼你单这样。哎，可可，你吃完了吗？吃完了。那咱们上幼儿园吧啊！哎，好啊。爷爷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再见，再见，拜拜。青草，你出来。刚才当着你闺女啊，我真没好意思说你。我不是挑拨你和茉莉的关系。你说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儿女过得好啊？但是这个茉莉实在是没把你看在眼里。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家训迂腐可笑啊？扪心自问，顾茉莉她桀骜不驯，你说你这儿又一味的纵容，你说你这个日子还想不想过长久啊？我扪心自问，我不需要，我没有什么可以证明的。是你在缺失什么？你想证明什么吗？朱劲草，就你这个态度，我现在就罚你读3遍，回来也得读。成长的理由，没有人轻易猜透，总是希望时间倒流，挫折退后，最初的所得能够一直在手，甜美的时刻可以始终不走，幸福的尽头总有人先伸出手，总是想要先到上游再做挽留，苛责的背后是另一种温柔，只是不符合想象中的拥有，不需靠放手来证明自己拥有足够的自由，满足成长的需求，不需用担忧去表达内心的诉求，勇敢的
窗口。